用缘分天注定来形容一对已经离了婚的明星夫妻，似乎不太适合的样子。但事实是，有些缘分就是那么不可思议且迷之神奇。不信你看热搜第一的黄晓明和 Angelababy， 这顶峰相见的关键词，差点让我以为他俩双双拿影帝影后了。点进去围观了整个过程，发现这瓜比拿演技奖更有意思，娱乐性直接拉满。给大家复盘一下整个故事先。离婚1年半后，在同一天的几乎同一时间，以霸气姿态霸屏了热搜榜单，并且关键词都是新恋情。我们按顺序来讲，先被曝疑似新恋情的是 Angelababy。根据狗仔的说法，他拍到了 Baby 与某男生多次参加同一聚会，并且事后分头坐车离开，然后最后都回到 Baby 家里。狗仔还说，他们拍到了男生有 Baby 家密码，自己先进门，过了会 Baby 才后回的家，并且男生在 Baby 家待了1天。过了2天，狗仔又再次拍到男生出现在了 Baby 房车上。绯闻恋情这么一曝光，该男生身份立马引发了好奇和深扒。有网友说，被拍到的男生是 Baby 的男助理，平时打扮很精致。还有人投稿给八卦报说，当初 Baby 和林依传绯闻疑似一起去网吧，其实那个同行的男生也是该助理，只是因为和林依外形相似被认错了。目前关于该男生是不是 Baby 的男助理， Baby 方并没有给出回应，但 Baby 的某助理却出来辟谣了。我姐单身，这个辟谣，狗仔和部分吃瓜群众都不太信，说助理辟谣被打脸不是头一次了，说服力不够，也让网友们好奇了起来，猜测 Baby 同居的这个男子是不是身份特殊，所以 Baby 不敢回应。紧跟着还有人根据男子的身形，猜测对方是不是和 Baby 传过绯闻的邓伦，而鉴于邓伦如今是法制咖，所以 Baby 方面才不好承认。有一说一， Baby 和邓伦之间的关系确实扑朔迷离，有一阵子两人走得很近，有大 V 爆料说两人还上演过一个剧组不可描述瓜，以至于 Baby 和黄晓明感情生变，闹起了离婚。可讲真， Baby 和黄晓明的离婚内情很复杂，邓伦还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撬动2人的婚姻，更何况此一时彼一时， Baby 和邓伦即便有过私交，去年邓伦偷税被封杀后，他们就已经不可能在一起了，就情夫人这个梗不可信。 Baby 这一回被拍到的这段恋情，男方其实是一个圈外富二代，颜值还算能打。另外 Baby 惯爱泡富婆圈，二代们的 party， 他和男方就是在这种聚会上认识的，后续还一块滑雪，去夜店玩，关系处得不错。最关键的是，对方的人脉资源很牛掰，是能够切实帮助 Baby 撕一些商务资源的。只不过有消息说，男方是个海王，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和 Baby 关系变淡了，两人就是谈个短暂的恋情，这应该就是 Baby 助理辟谣的真正缘由。但粉丝们却底气十足，说假的就是假的，我姐敢辟谣，说明她根本没有搞对象，都来关注美女搞事业 OK。 如果瓜只到这里，说实话精彩程度也就一般般吧，谈不上多么惊人和有戏剧性。漂亮的女明星传绯闻可太正常了，是真是假也都不稀奇不是，但后续立马跟上，让这个瓜瞬间发光发热。黄晓明新恋情紧跟着 Baby 后面凶猛冲上了热搜。这次黄晓明的绯闻新女友不再是之前传了好一阵子的叶珂，而是换成了赵世锦。别问这是谁，问就是女新人一枚。教主扶持新人方面是有经验的。根据狗仔的跟拍和报道，他们拍到了黄晓明和疑似新女友一起逛街的亲密画面，看起来关系相当融洽的样子。除此之外，狗仔还说，逛街被拍到的前2天，黄晓明出席饭局也是带着该女生一起的。也就是说，和 Baby 同行出席聚会的男生一样，和黄晓明一起被拍到的女生也不是一次被拍，都被拍到了好几次。虽然这2段绯闻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当事人的回应和承认，但 怎么讲？这种巧合程度，是不是连从前详细吃过他俩从恋爱到破局离婚整个完整壁瓜的朋友都忍不住想磕一口过期糖？当然，建议大家还是能不吃，控糖有益健康。尤其是黄晓明绯闻曝光后，网友扒出前绯闻女友叶珂和现绯闻女友赵世锦的照片，一看，发现这2人外形打扮气质都和 Baby 很是神似，而且更巧合的是，他俩居然都曾经和 Baby 同框合影过。就这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缘分，管它真假，也确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顶峰相见了。看了一下舆论，吃瓜群众在讨论晚晚泪清的问题，调侃黄晓明的审美喜好。但 Baby 的粉丝则不一样了，
说心疼 baby 被蹭热度，气愤网友过于八卦，不尊重搞事业的美女，让大家把注意力都转移到 baby 的新作品里。这种操作也让不少吃瓜群众挺目瞪口呆的。客观说，明星夫妻感情破裂了，离婚了，其实很正常。即便离婚前有过各种暗潮汹涌的操作，也不难理解。毕竟，即便再体面的离婚，那也是分手，选择分开，肯定就是感情没了。但退一万步说，即便离婚不看咖位，离婚没有谁占便宜谁委屈，也不至于在离婚后把蹭热度这个词反过来用，是不是？讲真，我个人觉得黄晓明用绯闻来蹭前妻热度这个说法就相当离谱了。不管喜欢不喜欢他，他现在的咖位、资源、人脉，甚至人气热度，都不是前妻能比得上的，不至于到蹭前妻这一步。更何况，具体就他俩而言，比起具有阶段性、间歇性成功的黄晓明 ，baby 才是那个急需解决转型问题，以及需要一部口碑代表做维持事业高度的人。baby 在演员这个领域口碑不太理想，是众所皆知的事儿。曾经资源爆炸，演过一堆大制作电影女主，拿过最佳女配演技奖，但换来的都是观众的不认可和对演员的诟病。认真看的话 ，baby 出道这么多年，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一部真正能展现演技、扭转演技口碑的好作品。甚至某种程度上，他演戏会让观众习惯性觉得赶客，说不想看。目前来说，他离婚后资源和成绩都是下滑的，甚至可以说这2年但凡有新闻，也基本上都是红毯相关，甚至连八卦素材都比离婚前逊色黯淡。就算从前不提，看现在好了，也不太乐观。扫了一下 baby 目前的存货，还都是偶像剧，和任嘉伦一部现偶暮色新约，之前因番位闹了一通，最终男主粉丝宣布胜利，到哪都不忘说一句请支持一番男主任嘉伦的新剧。还没播男女主就有番位冲突，剧播出时怎么宣传很难预料。和宋威龙一部古偶相思令，说是企鹅 S 加古装剧大制作来着。不过这几年 S 加已经铺不少了，这部能有啥成绩，也得谨慎观望吧。baby 这2部剧接的路线看起来不像是要转型的样子，但85花目前还坚持留守在偶像剧岗位的，基本上成绩都不如意。他能不能凭借这2部剧重新口碑逆袭，继续长久演员路不好说。总觉得粉丝在操心爱豆的问题上有点本末倒置、轻重不分了，拼了命的捍卫爱豆单身身份，闭着眼瞎吹爱豆的作品，把自己爱豆说成搞事业的实力派，其实都没用不是。什么年代了，谁还按头不许艺人搞对象啊？来娱乐圈是出道又不是出家，对吧？34岁的女艺人谈不谈恋爱根本不影响她的事业走向，更不会改变她的观众缘。真正决定口碑的还得是作品。有一说一 ，baby 的影视资源虐人，但时尚资源还是非常能打的。近日 ，Angelababy 在恋情绯闻后首度露面，一身大牌打扮的她还露出了傲人小蛮腰，尽显完美好身材。更惹人关注的是 baby 这次身上背了一款140万奢侈包，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甚至有网友说他是离婚报复。据网友分析 ，baby 的这款包是顶奢级别的款式，加上最低配货1:1的价格要接近300万，足见其十分豪横。而在某书上，这款包的二手回收行情也高达170万以上，堪称是天价包包了。一些网友说 baby 的这个包都抵得上一套房了，甚至有网友说他拎的是小房子包。不仅如此，有网友说 baby 如今背的包都是奢牌的稀有皮，价值相较其他的名牌包会更加的高昂。去年6月 baby 还身背110万爱马仕上街，当时他被拍到穿着潮流格子的衬衫外套，戴着一顶黑色防晒帽，脖子上的项链也是售价不菲，价值约4万左右。而 baby 手上拎的棕黄色小包，虽然容量不是很大，看着小巧可爱，却是价值超110万。如果再算上配货价，这个小包也是超200万。难怪有网友说 baby 太豪了，一个包相当于一套房。而且像 baby 这种火了比较久的明星，身价应该至少有10几亿。其实 Angelababy 是平面模特出道，她这些年的时尚资源一直很不错，获得过不少大牌的青睐，一度被称为迪迦亲闺女。每次有任何的限量高定礼服，还是新款限量包包，她都是早早穿搭在身上，而且还都十分适配。在离婚前 ，baby 也都是背奢侈品包包，但基本都是几十万左右款式，还有一些售价不超过10万的普通款，也都没有太多是稀有皮或者是限量款。
而在离婚后 ，baby 花钱越来越豪横，经常都是上百万的奢侈包包，穿着4万的牛仔裤，一顶棒球帽都近5000，看得出他如今花钱很是潇洒。之前 baby 和黄晓明离婚时，网上就传他分走了上亿资产。原本夫妻俩名下有48家公司，但在离婚时 baby 还是分了不少固定资产。据悉还有一笔价值可观的抚养费，所以都说 baby 是典型的离婚报复。不过很多人也都知道 Angelababy 在离婚后资源降级了，之前她合作的都是一线男星，比如陈坤、黄轩等人，不管是大荧幕还是电视剧都资源不错。虽然她一直被喷演技，但美貌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时尚资源和红毯造型都算拔尖。现在来看 ，baby 离婚后的私人消费反而升级了，而且大有富婆的豪横感，看起来状态也更加潇洒自如。每出街，她都给人一种美而自知的松弛感，再加上奢侈大牌的穿搭，令其气质平添了几分贵气时尚。总之 ，baby 出道多年，自然也积攒了不菲身家。她在离婚后过得更加豪横，也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吧。